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新，我是大飞。今天是大年30，大飞呢来我们老家过年了啊。怎么样？感觉那顿年夜饭吃的咋样？很丰盛啊，很丰盛啊。今天这条视频呢，也是答应大家的，要拍一期大年30的那种最终的烟花盛宴。那今天他来了啊，我们就忘了上一次那个穿云箭的视频，太拉胯了。对，确实拉胯，但是今天各位放心，一定要比上次还要惊艳。来上道具来。今天我们的这一个视频呢，就是把这一个加特林的管全部捆在一起，还有一些比较小的那种管也全部捆在一起，捆成一个大型的加特林，这样的效果你说那肯定震撼。去年的话呢，我们是买了2箱的那种很细的一支的那种烟花，然后捆在一起放，效果呢也是非常惊艳的。那今年的话呢，我单独又买了这样的，它本来这个就叫做加特林啊，里面是有888发，就是这么一盒，一盒的话呢是60块钱，我买了5根，正好呢大飞上次放完了一个这个，但是这个壳子还是有用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借用这个壳，然后把剩下的全部给它穿在一起，然后做成一个超巨大无霸的那个加特林烟花。这一管的话呢是888发，那5管是多少？5发4000多，888，你按900发，他妈5发5945啊，4000多。这不懂算数就是这样的，同志们一定好好学习啊。然后还这个啊，这个是我们的大头。这种的话呢是叫做飞毛腿啊，但是买的不是特别长，因为我主要是想着配着这个东西一起用，它刚好差不多。我们去年买的是比这个长的，但今年就比它稍微短一点，无所谓，因为主要有这个加特林在就 OK。这里一箱总共反正就很多，我就不数了，这底下全部都是。对，然后底下还有一箱，上面这一箱呢叫做飞毛腿啊，是有6发，一根大概有6到7发左右，但下面这个呢是贵一点的，一根有20发啊，这种的肯定是贵一点的，这盒装的，这个很炫，你知道吧？这个里面是20发，一根20发，总共多少根我不知道，大概你全部加起来啊，就这里加那里再加这里，应该是有1万发的，那里就7发一根，差不多那么多根，这里是20发一根，你想一想，总共加起来应该有个1万发，差不多。这样的效果捆完之后呢，一定是要比去年还要惊艳的。我猜测就光捆这5个加特林，效果已经非常惊艳了。再加上这一些的话，各位敬请期待就行了。对，反正下一步我们是要加工一下，把它全部捆在一起，这时间是非常长的。去年我们也加工了大概有2个多小时左右，今年快一点，因为我搞了一个新的方法。这次用到的新的东西呢，就是这个橡皮筋，买了这么多包啊，完了还加上这个胶带啊，胶带我们就少买了一些，因为去年用胶带的话用的太多了，而且那缠起来是特别的麻烦。我们今天就稍微用点胶带，然后大体用这个捆，多捆一点都无所谓。这样的话其实更牢，我觉得。好，来嘛，就开始搞。首先把这个加特林以这个为主啊，然后把这个小型的加特林给它捆起来，然后再捆我们其他的那种飞毛腿，像这种样子啊。你捆高一点嘛？要捆多高啊？就这样高就行。可以。加。等一下，就光这几个管子加了这个东西，这就已经很大了。还有那2项没加起来。哎呦，好，差不多。那接下来再往那边上靠就行了。先靠那个小的吧。多捆一点嘛。今年就做成这种啊，不用胶带捆，这样的话好一些啊。这样捆的话其实也是非常紧的。而且也能保持平整度，这样可以随时调节，最好。慢一点啊！我干好！我是他妈哪里有问题？你再看一下，这真的拿不了啊！你这个太长了，这个短一点就行了。你短一点也拿不了，你知道多重吗？那我再拿一下，来。哎呀，哥哥好忙嘛！还后面。哎，对，这样走吗？哎，对。2个人啊，这个太长了，这个得短一点。来，飞哥，你拿后，能不能拿得起？我只有抓2边，这样。你就这样，靠后面一点，这样烧到这边会烫死你的。不会，烟花不会。好，就放这是干的。
往那一放就行了。就这差不多啊。好，朋友们，地址呢我们已经想好了啊，今天就在这放了啊。由于呢这个口径是比较大的，我们要搞一个那种方便烧着的那种东西。因为去年的话呢，就是因为那个火枪威力不是很大，所以呢没烧着。那今天搞一个那种容易着的东西给它引一下。后面这是一片开阔地啊，所以咱们不怕这一个任何的危险。在这里还是给大家提醒一句啊，大家不要模仿，因为这个事情毕竟很危险。来吧，开始吧。开始了。稻草点的可以啊，你看这多不多？多呀！来，朋友们，咱们话不多说啊，今天2022年虎年，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因为祝了很多次了，咱们就直接点火好吧？由于这个太大了，等会不知道能不能抬得起来。那飞哥，我抬不起来呀，真的，这好重。我们一人抬哪个地方嘛？你抬哪个？抬上面呢？你抬上面，那我抬下面啊。好，行，来，就这样，来吧，来了啊。OK。来，朋友们，那边已经放完了啊！不知道各位觉得2022年这个新年烟花，各位觉得怎么样？当然，我们买的是短支的，这种短支的话，对比咱们去年放那个长支的话呢，可能射程不是特别远，但它持续时间是比去年要长的。后面的话呢，是有很多地方没有点着，所以呢，整体的效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但是我觉得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所以说呢，我们当时那个想法呢是正确的，用那种加特林再混加特林的方式，这种效果，哎，确实非常的震撼。这次是超加特林。对，那今年这个视频呢放完之后呢，明年到底是什么样的烟花视频？还是老规矩啊，敬请期待。另外呢，再要告诉大家一句，烟花视频我们年年都有，只需要关注我们这个频道啊，敬请期待就好了。每年新年我们一定会放烟花的。对，我感觉明年咱们应该做一个火焰烟花。火箭？对，明年不用啊，如果有条件的话，明年我们可以去烟花之都浏阳，去那当地放烟花，它那里全是烟花，你知道吗？那都是明年的事情啊。所以说朋友们，今年大年已经过完了，咱们只能明年再见了。兴许如果各位觉得看不过瘾的话呢，这个正月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再买一点烟花放，也是可以的，好吧？那咱们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到此结束。最后呢，再次祝全网的各位粉丝朋友们，祝你们2022年虎年快乐！虎年大吉还快乐，虎年大吉，天天快乐啊！虎虎生威，牛逼，牛逼，拜拜，拜拜，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拜拜。先看视频。哇！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用水桶自制了一个哈曼卡桶音响，没想到这个视频发出去引来了超级多人围观。有很多人说也是想学着买点材料自己在家试着做一下，甚至呢还有拥有正品哈曼卡顿音响的朋友，他是说这个哈曼卡桶音质跟他那个差不多。哎，你别说，这样我就对这个东西有很大的信心了啊！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呢，我又买了一份哈曼卡桶的材料，因为上次这个桶它是不带灯效的，所以很多人说啊没有那味儿。所以这次的话呢，咱们就再来做一个升级版。桶的话，我们就不用上次这个水桶，因为它其实上面也有很多这样的纹路。我这里找到一个桶，这个是我们上次开盲盒开到的一个储物凳，它这个整体呢就是那种纯透明的形状，只是顶上有一个这种坐凳的设计，这个倒没关系。原基础上我们再加入2根这样的灯管，那最后的效果到底什么样子？各位帮忙点个赞，继续往下看。人第一步还是一样，我们先来掏一下喇叭孔，线我已经提前画好了，咱们话不多说，直接开干。OK， 这个位置就刚刚好。OK， 完美。好，现在需要开的可能全部开完了，下一步呢，我们先拿去给它洗一下。洗干净的桶子呢，一定要用纸巾把这个水分全部擦干净，不然的话，等会一接电啊，很容易短路。好，下一步在组装之前，咱们先给它连接上，测试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用。灯呢得接这个导燃器才有用，连在电源的这个地方。好，现在已经全部焊接完了啊！下一步我们先试一下，这个烙铁现在完全都不管用啊！刚刚是因为我们用这个烙铁，然后烙了那个筒子，导致这个烙铁头现在出了点问题，焊的不是那么的好啊，所以希望各位能够见谅。加上我也是很久没有做过这一行了，先通电试一下啊，看有没有虚焊。好，现在这边灯呢是完全好的，相当于是底下焊的没问题。现在试一下喇叭是不是好的啊？哎，证明应该是连的没有问题啊，先试一下吧。啊？可能有一点点虚焊的问题啊，这个音响没有用，所以说测试之前呢，还是有必要先弄一下这一步的啊，要不然等你全部装起来，万一一下试了没有用，那就完了啊。现在就是其他的可能会出现一点虚焊的问题，咱们稍微修一下。蓝牙模式。哎，现在应该可以了啊。连接成功。完美。真生背負流，彷彿在圈套，探索這愛路。美呀美態。那所有测试都没问题啊，接下来终于到咱们的组装环节。首先咱们先把这个灯给它接上啊，贴上专门的双面胶，这个大概就贴在这个壁沿就行了吧，要贴到里面的话很影响美观啊。OK。哎，我好像感觉贴一条应该就够了啊，因为咱们是这样放的，啊，灯它亮的时候呢，上面就没有什么遮挡物，那就贴这一条吧。这个东西我们就直接这样粘在上面，省得再开个孔啊，影响美观。来，朋友们，这就是我们精心制作的哈曼卡桶第2代，这个是第1代，这个是第2代，这2个放在一块啊，哪个好看哪个不好看，应该不用我多说了，对吧？而且呢，第2次做的这个，我觉得造型就特别的像啊，虽然说不是官方那一种，但是我觉得自己做出来这个感觉也是很不错的。然后这里呢，我还贴心的给它准备了一个专用的这个音响架子，你看，直接把这个音响放到这个架子上，看看这个样子就更像了，我天哪！那接下来我们就顺便来对比一下，看看同样是我们自己亲手做出来的音响，这2个音质到底有没有什么差别？先看看咱们的第1代哈。落叶无悔，淡淡似不长线，无所寄托，已有心流浪。你把横刀掌，我不如写我一首歌，多刻你的名字，浓重又好看。若把你比作歌，你便是那高山流水，就
这个就是咱们第一代做出来的水桶音响的声音啊。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二代了。第二代呢是有灯效的，所以说咱们得关灯听。来 ，music。我也无悔人，但死不成心，无所寄托，已无心的浪。你把红豆脏，我不写了我一首歌，多看你的名字，公正又好看。若把你比作风，你便是那高山流水，家人伴舞，眼里伴舞，却像个泪。若把你比作风，我穿越人海，最终成全了我，却像哇，朋友们，我去，好得劲呐！朋友们，此时此刻我已经无法用言语去形容这个音响了啊！你看看这个，我的天呐！我也无悔人，但死不成仙。有罪无心，亦有财无名。说我是无语去理解。家人伴舞，你伴舞，却像个泪。嗨起来！把你一朵朵，我穿越人海，终成全了我，却像个泪。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个音质到底怎么样啊？我觉得可能仔细听的话，其实差不太多。但是啊，就它有了这个光效，包括它这个全透明的这个设计，是不是？这个档次立马的就上去了。你像这个，之前说200多块钱加一个桶几十块钱，做出来以后就是不到300块钱的成本，但是做的这个样子，可能你会觉得不是很值。但是如果给你300块钱的价格，让你做一个这样的媲美哈曼卡顿的音响，那这样的话，你还觉得不值吗？其实不管值不值，最重点的就是你动手的时候，然后最后成功点亮的那一刻，听的这个音质，哎，很有成就感。朋友们，感兴趣的真的你们可以自己去试一下啊，两边都撒上这个料子。是啊，哎，这才有那个感觉，真的。刚才的第一波什么玩意儿？朋友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夜市里面卖的铁板水豆腐？我每次去小吃街的时候呢，我都会点上一份豆腐，价格呢是10块钱一份。然后吃着的时候啊，那豆腐超级嫩，而且里面又有味道。于是呢，我又去寻找了万能的互联网啊，看有没有那种教学方法。你别说，还是有的。我找到的这家店呢是，只要买了他家的调料呢，他就会免费附送一道铁板豆腐的教程给你啊。这2包调料呢，总共花了我48块钱啊。一共有2种，一个是铁板豆腐的酱料，另外一个是铁板豆腐的撒料。我认为好吃的那家老板他说是自己到厦门这边学的，吃起来味道呢其实算是挺好吃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它到底是源自哪个地方。如果有懂的小伙伴们，各位可以打在公屏啊。那今天这期视频的主题呢，咱们就是自己在家里面用上这些调料，亲自来做一份铁板豆腐，咱们看一下能不能复刻出它夜市同款的味道啊。因为我买的这家调料啊，据说是开店摆摊专用啊，味道正，出餐快。那开始之前呢，也是希望各位能够帮忙点赞支持一波，你们的点赞就是大新做视频最大的动力，感谢。这个豆腐呢，是我在我家门口那个卖农家豆腐的店里买的一个嫩豆腐啊，看着是雪白的啊，摸着很滑很嫩。首先第一步啊，我们先把这个豆腐呢给它切一下啊。我们买的是这种小型的，所以我们只能给它斜着切，大概应该是可以切成3块左右。OK， 这应该就算1块了吧。呀，太嫩了这豆腐啊！好，再倒一点刚烧开的热水啊，水里面来点盐，
然后再把豆腐呢放到这个盐水里面啊，给它泡一下。这一步啊，教程里面说是去除它的豆腥味，顺便呢给这个豆腐上一点底味啊。好，给它泡半个小时。好，时间到啊，下一步可以直接开始制作咱们的铁板豆腐了。本来我是想用电烤盘的，但是后面想了一下，这个火烤盘啊，上次费了咱们一个灶啊，这不用它也不行了，不能辜负我坏的那个灶啊。火烧干啊，表面来点油，放豆腐啊。真的啊，咱们的手法多多少少还是很业余的啊。咱们先把这几块煎了吧，我感觉这几块可能都煎不成啊。刷点酱，闻着好像它就是豆瓣酱的那种味道啊。一反过来就很香啊，兄弟们。反面也刷一点，这样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我觉得我买的这个豆腐还是太嫩了啊，太难驾驭了这东西。接着准备一下它这个撒料哈。来点葱啊！我怎么感觉这豆腐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啊？别人煎的都是完整的啊，我这是4分5裂的，兄弟们，就这一块稍微完整一些，这就是我们做的铁板豆腐啊。我先浅浅的尝一下，我看看这味道好不好吃哈。这基本上是筷子一夹就烂了。哎呀，贼香啊！吃的就是那个料的味道，兄弟们。味道还可以，哎，有那味儿了。我觉得形状太那个了，主要豆腐太嫩了。这豆腐我俩一起挑的，你知道吧？教程里面他没说叫我们用什么样的豆腐，不应该用这种豆腐吧？还是说咱们这个工具有问题？工具有问题。你这什么玩意儿？糊墙的啊？就这个铲子。哎呀，有这个铲子就好了。是啊，就少买了这2样东西。对呀，这煎铲这个东西它铲起来就毫无压力了。又买了一份豆腐啊，这个是老豆腐。刚刚我们是嫩豆腐哈，这老豆腐它是长这样的啊，外皮是比较老啊，像那个豆皮一样，但是里面还是比较嫩的。这皮不要哈，皮不要。等会儿，就因为你碰了一下头成这样了。Perfect。这豆腐比之前的话呢，就稍微会老那么一点点，但是也很嫩啊。总共切了2种啊，一种是留着左右两边表皮的，还有一种是完全没有留的啊。形状反正是有了，你看。好。啊！你别按了，这个真好翻，你看，铲上，咵，哎，是吧？这个感觉就有了，刚才没有那个感觉，兄弟们。咦，这酱刷上去真好看呐，又是可底酱啊？不是啊，这摆摊酱，那不还是可底酱？快焦了，小火吧。两边都撒上这个料是？是啊，哎，这才有那个感觉，真的。刚才的第一波什么玩意儿？撒点葱花。咦呀，可以了啊，这边再来一点，看没了吧？来，起锅。嫩豆腐啊，这个是之前的嫩豆腐啊，试一下这个吧。来尝一下吧。最开始是我做的是这种的，不完整。对，不完整，这确实没有工具，知道吧？实话还是挺嫩的，对吧？挺上位。尝一下我们第一波做的吧，就是我们失败以后换了豆腐的。第一波它是比较完整的啊。里面是嫩的，就是个外皮，它可能是有点硬一点，但里面是嫩的。你别说，真有那个味儿。我觉得吧，铁板豆腐它应该就是这个做的，但是跟水豆腐不一样。我做的这个嫩豆腐是水豆腐，这个工艺要求更高一些，我可能是跳级了啊。这比夜市上卖的还好吃啊！真的，我们是舍得给料，他们不舍得给料。我们就看看这个嫩豆腐，这个看着就嫩，这里面。对，我们之前做的是这个啊，其实2个是一个东西，很嫩。哦。嫩的好喝，别喝，嫩的很好，还得是嫩的，我都能掐出来水。你们老是想掐水。实话实说，它这个料味道真不错，它是入口即化啊，然后香辛料的那个味道很足，辣椒的话呢就是辣条的那种味道，但是吃着又不像辣条。对，吃的不像，闻着像。不是人家豆腐不行，是咱们工具不行，加上咱们手艺也不行。多做几次的话，熟能生巧。一块豆腐是1块钱，再加上料，成本大概就是3块钱左右吧，卖你10块就赚7块，它利润还是很大的，它不只赚一半啊，兄弟们。摆个摊，飞哥，就是成马会追嘛，你追了把你摊收了，赔了几千块。哇，好冰！朋友们，这狗子买了已经4、5天了，一直没给取名字。之前有问粉丝朋友们到底应该取什么样的名字啊？你
你怎么抖得这么厉害啊？大飞那个呢，取名字叫50啊，因为50块钱买的啊。你们新少说啊，它这个毛发颜色的话呢，有点像奶茶的颜色，所以想给它取名字叫奶茶。不知道各位意下如何？如果觉得可以的话呢，以后咱们就叫它奶茶了啊。好吧，以后就叫你奶茶了啊。奶茶，来给朋友们打个招呼 ，Hello， 我叫奶茶。好，你就在旁边等着我啊。好，言归正传，朋友们，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刷到那种冰山熔岩巧克力的视频？造型长这个样子啊，据说吃起来是细腻丝滑，超级的带劲。像甜品类的东西呢，说实话咱们也是做的比较少的。你像之前都是炖肉啊、烧烤啊，要不就挑战恶搞啊、整蛊啊、搞笑等等之类的，都没有做过甜品。那 OK， 咱们今天又以这个话题来做一回冰山熔岩，看看它吃起来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做法呢是非常简单的，各位自己在家里呢其实也是能做的。简单归简单，卖的是非常贵的，就光这一盒巧克力的话呢，花了45块钱，2盒的话呢80多啊，然后再加这个淡奶油20多。当然这个巧克力呢买的是某福的这个纯黑巧克力啊，66%的浓度。因为之前很多人呢用的是那个72%浓度的黑巧克力做，但是我个人觉得那个72%的话呢是稍微有一点苦的，所以我买了这个66%的，就希望它能够稍微甜那么一点点啊。当然如果各位不怕苦的话呢，也可以用72%的，甚至100%都行啊，那个就是浓度的问题嘛。首先呢，先准备一个空碗，碗里呢打上1颗公鸡蛋的蛋黄，再来一丢丢的白砂糖，大概10克左右就差不多，直接给它搅拌均匀。下一步呢，直接加入150克淡奶油，这一包是200克啊，就大概加2/3差不多，再直接搅拌均匀。然后下一步呢，要把这个巧克力给切一下，因为它这个虽然是小的，但是如果不切的话呢，它等会儿很影响融化。我们给它切的那种碎的就行了。黑巧克力加入80克就行了，这一包的话呢14克，加6包差不多。然后下一步呢，直接隔水融化就行了。做这个冰山熔岩巧克力呢，一定要搅拌到那个巧克力完全融化为止啊！如果不完全融化的话呢，等会吃起来就没有那种细腻柔软的感觉了。我这个应该也是差不多了。下一步呢，准备一个容器啊，这个容器的话呢是之前那个榨汁机用来装那个果渣的，我也没找到特别好的，就拿这个用。然后再给它稍微抚平一点啊，等会儿的话呢，造型会更好看一些。现在就跟那个布丁一样，摸起来是那种弹弹的，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啊。现在是这种咚的状态。名字的话呢，叫做冰山熔岩，其实就是跟冰有关系。下一步呢，也是耗时比较长的，要放到冰箱里面冷冻2个小时以上。2个小时可以打5把。走。2个小时后，来了，这2个小时等的我真的是煎熬啊，连输了6盘。取下来的话呢，其实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啊，但为了保证它的美观，我其实想了一个招啊，看现在已经完全硬了啊。先反盖帽啊，给它盖着，再搞个吹风机，把这个边缘吹一下，它立马不就是融化了吗？干嘛？小子，你这样行不通的。好像行不太通啊。哇，终于拿出来了，来。各位看看，这就是冰山熔岩。可能造型不是特别好看，因为这个模具太深了，然后我这个做的又特别小，拿出来特别不方便。幸好做的不厚啊，如果做的厚的话，这个模具基本上就要拆掉了，要不然拿不出来。我都等了几个小时了，游戏出了好几把啊，正好啊吃点甜东西解解气，直接一手抓啊，就不用那个勺子了。哇，这个其实是很冰的，现在其实有一点变形的感觉。哇，味道是算比较甜的，就感觉有点像在吃一大块的那种融化掉的那个巧克力的雪糕甜筒那种感觉。哇，真的很冰啊！再来一口啊！哇，好冰！说实话啊，个人感觉真的吃2口就腻了，味道是真不错啊，但是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咱们这个频道里面没有甜品的原因啊，吃2口就腻了，真的。这狗仔一直看着我啊。我用的巧克力呢还是60%几的，如果用那个72%的话呢，可能会稍微更苦一点。啊，3吃1口，味道其实是不错的，就是吃2口很腻。如果说狗子能吃的话，就给它吃了，但是它不能吃。当然，外面卖的还有网上做的那个冰山熔岩是什么味道我不知道，反正我自己做的，你看看用料十足啊，吃起来就特别的腻。然后呢，我的做法也是跟网上那些人学的。总而言之就是那一句话，你看网上那些教程啊，信，但是别全信啊。你像我只能说啊，味道是非常不错，但是特别的腻啊。各位如果想吃的话呢，就拿一个小一点的模具啊，做一点点就行，那吃起来就已经算是不错了。做成这么大块的话呢，除非你给家
家里人一起吃，要不然真的你消化不了。等我给小鱼还大飞尝尝吧，这玩意儿我一个人确实扛不住啊。好了，那咱们今天视频就到此结束啊。最后希望各位能够帮忙点赞支持一波，一定要帮忙点个赞啊！其他话也不用说了，我得赶紧去喂狗了，羊奶粉还得泡上。走，狗子吃饭。